01作为新晋顶级流量的肖战，恐怕做梦也没想到，2020刚开始，一手把他捧上神坛的粉丝们，又亲手给他送来了一口大锅。只有手机不是2G 网络，相信大家也都对这件事件的起因比较了解。肖战工作室也不得不站出来道歉。为什么一个普通的举报行为会引来如此疯狂的报复？这种失望和失落，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就想想我们平时很喜欢的东西，就因为一部分人的不喜欢和抵制，最后消失了。你想想那种失去的感受。所以很多人都反感肖战粉丝的行为，相关的阅读竟然上了2.3亿，可谓是影响深远。肖战的粉丝可能还在为自己成功剪除一己而感到沾沾自喜，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脑残行为有多幼稚。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工作室和后援会都专门出来道歉，也已经无事于补了，早就超过了对肖战的维护本身了吧。不管是同人还是个人看，甚至连综艺和纪录片都在他们的火力射程之内。有个回答写得很中肯，举报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用这种行为来排除异己，让不同的声音消失。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同不同意你的观点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是另外一回事。这已经不是肖战粉丝第一次如此作为，去年的8月就有粉丝写信给广电总局举报王一博没有主持人证就上岗天天向上。10月份，严宁教授因拒绝陈情令的案例被粉丝集体举报论文造假。肖战今年已经29岁了，不是靠颜值还能吃几年饭的年纪了，靠作品从流量转型到演员才是他现在应该走的路。以前以他的流量和路人的宽容，即使主演的《诛仙》这样的烂片也能收获4亿的票房。预计今年播出的2部大热剧《斗罗大陆》和《余生》，请多指教，目前都被狂刷1星预定，未来还会有人买他的账吗？欢迎大家在文章结尾给我们点一个赞，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